你听说了吗？这年头连电饭煲都不能用了。最近一条消息刷屏朋友圈和微信群，七大姑八大爷再次发现了一种新型致癌物。好巧不巧，这种危险用品，寻常百姓家几乎天天用，那就是电饭煲。什么？电饭煲致癌？作为一个中国人，电饭煲那可是出门旅游、居家必备的5颗星好物哦。蒸饭煮粥它能做，煲汤炖肉也能凑合。租房党甚至还能用它烧水、炒菜、涮火锅，实在闲着没事的时候它也可以做酸奶，连酸奶机都省了。这么好用的东西，你告诉我它致癌？怎么着？我是连锅都一起吃了吗？也得咬得动才行啊！就当你想要发出质疑时，各种长辈直接将证据糊在你脸上。多位院士联合呼吁世卫组织发表声明，虽然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名字，但是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一股权威的味道。所谓的电饭锅致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严格来讲，电饭锅只是个背锅侠。所谓的致癌物指的是附着在电饭锅内胆上的那层特氟龙，也就是所谓的不粘锅涂层。谁都不想蒸个米饭锅上还得留一层锅巴，电饭煲厂家索性将不粘打造成了一大卖点。铝制内胆确保导热性，特氟龙涂层保证食物不粘，清洗起来也更为方便。特氟龙致癌吗？严格来讲，特氟龙作为一种符合国标的不粘涂层原材料，它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应该是有所保障的。网上宣传特氟龙在高温状态下可以释放出有害物质，长期使用有引发肝癌的风险，这种说法又从何而来呢？特氟龙的主要原材料为聚四氟乙烯，常规条件下十分稳定，高温状态下特氟龙涂层中的加工助剂 PFOA 随着浓烟析出，确实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。但问题是，特氟龙涂层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分解？我们用电饭煲煮个饭，真的能达到这种条件吗？央视的一场实验告诉你答案。电饭煲有毒会致癌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，连央视都看不下去了，亲自下场，第一时间进行了查证。首先，世卫组织从来没有说过电饭煲致癌的话，只是被人拉出来当幌子罢了。专家论被成功辟谣了，致癌论又该怎么证明呢？央视记者准备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只是罗列一堆数据，属实不够直观，也没什么可信度。记者从超市随机买来了一口不粘锅，想要知道特氟龙涂层是不是会释放有毒物质，做个实验不就可以了吗？试验人员从锅上刮了一小块特氟龙涂层，称重之后对之进行加热，最终发现持续加热到300摄氏度时，特氟龙才开始发生分解反应，并且释放有毒物质。这也没什么可惊讶的，时代在发展，技术在进步，生产企业搞技术革新也很正常，只要在300度之内不粘锅涂层靠得住就可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中式烹饪能够达到300度高温吗？实验数据表示，当油温在130度上下时，并没有明显的油烟，也可以保证食物迅速成熟，是比较合适的温度。哪怕是遇上了个别需要爆炒的菜系，200摄氏度也完全够用，炒出来的菜品锅气十足。300摄氏度的油温，别说炒菜了，厨房已经浓烟缭绕，晚几秒锅都要着火了，更别提煮饭的电饭锅了。一般煮饭的温度也就100摄氏度上下，300摄氏度米饭都成黑炭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实验有几个先决条件必须注意。第一，你家里买的必须是正规厂家出品的符合国标的涂层不粘锅。第二，特氟龙涂层必须光滑无瑕疵，如果家里的不粘锅或者电饭锅的内胆出现了爆纹、爆点或其他损伤，还是花点钱换一个吧。难道说涂层坏了，致癌物就会跑出来吗？那倒也不是，涂层碎片即使进入人体也不会被吸收，五谷轮回走完，它自然也就排出来了。但不粘锅涂层破损，原本包裹在涂层下的重金属物质也可能随着烹饪小剂量析出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央视亲自下场做了一场实验，总算帮电饭锅内胆洗刷了致癌的冤屈。普通民众也不至于谈不粘锅色变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注意厨具卫生与厨具安全性是好事。锅碗瓢盆、菜板、筷子这些零零碎碎的小物件，虽然不在我们的食谱上，却与我们的一日三餐息息相关。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，真的可能造成一系列安全隐患。等到病魔找上头时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电饭锅内胆不至于让人患上肝癌，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却拥有让癌症找上门的力量。第一位就是油烟，大家都知道吸二手烟有害健康，
长期处在烟雾缭绕中，会大幅度提升肺癌发生的风险。然而事实上，吸油烟与吸二手烟的危害差不多，所以开排风扇、油烟机并不只是让鼻子、眼睛、喉咙更舒服些，也是对自己的肺好一点。第二位就是隔夜菜，老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，挨了太多的饿，哪怕只剩下一口饭菜，他们也不舍得扔。别看有时候只是放了一天，剩饭剩菜不仅仅在营养价值上大打折扣，很容易产生大量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超标可能会引起中毒，长期食用更有患上肺癌的风险。第三位则是永远都不换的筷子和菜板。筷子和菜板本身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木质食品或竹制食品在潮湿环境下极易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偏偏黄曲霉毒素还不是怎么明显，如果长期摄入黄曲霉毒素，很可能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。几十块钱的东西，半年轮换一次也不算太浪费，毕竟相比于这些小事，健康才是真正的大事儿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